黄正明黄教授，请问上周二下午你人在哪？都做了些什么？不记得。不记得，那这些记得了。既然被你们发现了，那我认错。他这就认罪了？那请您说说吧，怎么杀人的？杀人？我没有杀人啊！那分尸呢？这些头颅啊，那是从捐献者的遗体上取下来的。这女的我没见过，我没有杀人。我是说，我利用学校的资源做我的实验。我是说，我愿意承担学术上的责任。您的意思是说，您做实验的都是被捐献的遗体？那为什么从标本室到实验室，有大量的血迹被清理的痕迹？那不是我的实验室。学校不让我继续研究了，我就找了个旧实验室，我继续研究，仅此而已。哎，你们知道吗？人脑的组织解剖，那是一项非常精细严谨的工作，这怎么可能有血迹？不可能啊！如果是一个年轻女性的尸体出现在你的实验室里，被分解和切割，会有这么多血迹吗？我不认识那女的，我没有杀人。行，那我们换个问题，你在办公室是怎么吃饭的？随便，外卖是吧？对，在手机上刷到什么吃什么。这个外卖单上有日期，从8月31号到9月15号这些天，你连续在春季菜馆点餐。春季菜馆是自己负责送餐，没有外卖。这个是春季菜馆的员工。9月16号他失踪以后，你就再也没有点过这家餐厅的餐，这个你怎么解释？我嫌在手机上选来选去的麻烦，它耽误时间，我就选中一家饭馆吃饭，有问题吗？况且那送饭的，我都一直让他摆在门外，至今是谁送来的我都不知道。黄教授，我们知道您是脑部神经的专家，主要擅长脑岛叶神经解剖与胶质神经元肿瘤。像这种脑部神经解剖与疾病的关系，是需要大量的实际解剖案例做支撑的，对吧？我们还打听到您的同事说，您一直都觉得您的实验受到阻碍。如果能够让你大量的做实验，您一定会创造医学奇迹。这些在您的笔记本里都有记载的。所以你是想用刘媛媛做活体实验，然后不小心把她给杀了，然后把她头颅藏起来，再四处抛尸，混淆我们，对吗？是。为了我的实验，我愿意去杀人。我幻想过无数次，解剖人的大脑，看看里面的秘密。哎，就现在，我看见你们俩，我都有极度的渴望打开你们的头颅。我是医生，
我需要找到大脑老化的药物。只要我的研究能成功，干什么我都愿意。但是，我请你们拿出证据，来证明我杀了这个女孩。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头颅的来源，希望你之后配合调查。听说了，我先回去。怎么样？有什么线索？还没，有些东西我还需要再确认一下。但是我相信，凶手绝不可能这么轻易地改变行为模式。只要我们的推论没有错，那谢耀奇就还有机会。经鉴定科鉴定，我们在廖医生家找到那双球鞋，鞋底纹路和上面的泥土，都符合我们在蝙蝠洞的发现。加上我们已经掌握的，他参与过牛结核病的实验，种种证据都指向他曾经到过案发现场。廖云生，现在就是本案最大的嫌疑人。受害者部分就是我们昨天在廖云生家找到那部手机的主人。我之前跟你们说过，我昨天见过的谢瑶琪的那个朋友李淑婷。我们在猪肉铺发现的头发，经过对比，确认就是谢瑶琪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初步怀疑是廖云生杀了叶莹莹之后，又绑架了谢瑶琪和李淑婷。我查了李淑婷手机，目前没有太多有用信息，也可能是被凶手删除了。目前只知道他25岁，双亲都不在，也没有其他家人。但是他的地址登记是在他自己名下，已经是旧资料了。房东说他好几年前就已经搬走了。谢瑶琪家里情况怎么样？就像他父母说的，落了一层灰，应该很久没有人去过了。对了，季法医，在廖云生家找到的那根注射器有什么线索？注射器里的残留物已经鉴定出来了，确认就是肉毒株毒素，与叶莹莹体内的一样。如果按照你之前那个台历推断，凶手在模仿蜘蛛杀人，他在杀完叶莹莹之后3天抓的谢瑶琪，那为什么这次他会提早抓了李淑婷？小苏，你马上申请给各单位发布对廖云生的协查通知。小西，你去查监控。老万，你去廖云生家附近走访一下。不对，我们去查漏斗处。漏斗处，漏斗处，漏斗处。陈医生，臭小子送我这么贵的酒啊！看到这个酒啊，我想到咱们当年在学校的时候，你跟李明那个时候一放学，就跑过来找我喝酒。哎，怎么样？身体最近还好吧？我没事儿，放心时刻。有什么事儿随时过来找我。我收费可是很贵的。我今天还真有事儿想要向你咨询。你说。是这样的，你知不知道有一种人，他们会幻想自己是某种动物，比如蜘蛛。你等一下啊。哎，这儿呢。你看这个，狼化妄想症，这属于是心理疾病的一种。
病人在发病的时候呢，会把自己想象成狼，然后生活习惯呢也会跟狼一样。病人呢不仅仅会把自己想象成狼，还会想象成其他的动物，甚至是昆虫。所以你刚才说有人会把自己想象成蜘蛛，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师哥，那你知道这种症状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心理疾病的成因呢，它比较复杂，它不像身体疾病那样可以准确的去找到一个病灶点。但是心理疾病的症状基本上是基于病人这个大脑神经活动异常所导致，然后诱因呢，往往是因为什么心理创伤、原生家庭、过度用药，甚至是毒品。你说人有时候真的会分不清幻觉和真实。这些病人啊，他们在发病的时候，编造出欺骗大脑的谎言，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最真实的感受。季主任，廖云生家大鹏找到的书籍资料都在这里了。蜘蛛交配时，雌蜘蛛有杀死雄蜘蛛的行为。漏斗蛛从交配到产卵，平均需要13天。13天。你是说，他想要自己产卵？行，把图片发过来。起死者说，他从廖云生家找到了资料来看，凶手是真的把自己当成了蜘蛛。台历上的13天，是漏斗蛛从交配到产卵的时间。所以，他把受害者捆成一颗卵。对，大概是这个意思。漏斗蛛毒性很强，肯定不敢卖。出了事儿算谁的？这儿附近卖蜘蛛的就你一家吗？对，方圆100里就这家。这个人见过吗？他叫廖云生。没印象。有会员资料吗？我做传统经营，没有电脑，只登记让我送货的客人。老板，漏斗蛛如果它原本栖息的地方被人破坏，会怎么样？那他肯定会重新找个地方织网啊。定居性，在固定的地点筑巢，巢穴提供食物、捕捉、庇护和繁殖，使它们不需要频繁迁移。领地意识，对巢穴周围的领地有很强的占有欲。一旦建立巢穴，会积极防御，保卫领地和资源。夜行性，多在夜间活动，白天藏在巢穴内，避免阳光和捕食者的威胁。多在夜间活动，我会频繁的迁移。如果廖云生真的是按照蜘蛛的行为作案，那之前的北山山洞就是他的巢穴。他杀了叶莹莹，本来还想再杀一个谢瑶琪，结果谢瑶琪跑了，齐法医跟着闯进山洞，逼得他不得不转换阵地，重新织一个网。也许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李淑婷刚好闯入，就成了他下一个目标。对。廖云生平时在他舅舅的黑诊所里帮忙，叶莹莹、谢瑶琪之前都去过诊所，后来李淑婷也去过，廖云生一定是在那里物色作案对象。可我还是想不通齐主任说的，受害者不是猎物，而是一颗卵，为什么？因为生孩子。生孩子。起死者之前在电话里跟我说过这个信息。蜘蛛在交配的时候，有雌蜘蛛杀死雄蜘蛛的行为。
但是叶莹身上并没有被性侵过的痕迹。对，这就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喂，好，收到。韩队，报警平台接到一个求救电话，可能是李淑婷。救救我！救救我！他说今天晚上上了机器之后就要杀我，这里等不好啊！有机器的声音。就在这儿，大。问一下，可以追踪吗？号码没有显示，而且通话时间太短了，应该来不及追踪。刚刚说有机械的声音，会不会是附近工地啊？小希，可以排查吗？我试试从别的办法入手吧。是什么事啊？你们俩知道全市范围之内有多少家工地吗？你怎么查呀？那你说怎么办？总得查呀。有一个方法可以缩小范围。豆豆猪不迁徙，但是在栖息地被破坏的情况下，会寻找新的隐蔽处。我认为可以在北深山洞以及他的住处附近搜索可能的地方。他跑不了太远，他现在只是需要一个新的隐蔽、阴暗潮湿、人少活动且适合漏斗猪的新栖息地。我们得抓紧时间了。既然尸体是在北山山洞找到的，那我们就在山洞附近寻找一下，请各区派出所支援，请他们在廖文生家附近找寻可疑的地方。我们分队行动。好。北山南路西面的响反工厂，环境怎么样？好像是个废弃工厂，符合漏斗猪的需求。那附近还有什么地方符合呢？这边都是住宅，不适合漏斗猪栖息。韩队，我在路口的监控摄像头里发现了一个拿着空饲养盒、身穿黑色帽衫 T 的可疑人，会不会是梁医生？具体位置？北山南路附近。离那个废弃工厂不远。分头行动啊！行。徐主任，我去那边看看，你注意安全。别说话，是的。皮法医，你没事吧？没看清他的脸。
有什么新线索啊？喂，韩队，老万刚才去走访了山洞附近的村民，说是当年有一个没有登记的野剧组曾经在那拍过戏。这些蛛网还有蚕蛹以及那些人偶都是没有带走的道具。我们已经核实过了，确实有这么回事。剧组的美术已经把图片发过来了。照片。好。齐法医。剧组发过来的照片。韩芳，剧组本来用的是普通的蜘蛛网，但是凶手却改成了漏斗蛛独特的漏斗状蜘蛛网。这个叫做漏斗蛛，剧毒无比，一个成年人被咬，15分钟之内就会死亡。漏斗蛛是目前已知的3万多种蜘蛛当中毒性最强的一种。我推测，凶手应该是在模仿漏斗蛛谋事杀人。你有什么依据啊？朱队，你把视频打开，我来告诉你。你看这里，这2个针孔是平行的，针孔附近的皮肤组织都已经受到了损坏，这应该是被注射了生物神经毒素之后留下的痕迹。还有这里，这2个窗口，从口径来分析，应该是用 PVC 管一类的管状物体刺入体内所造成的。死者的内脏有被强盐酸溶解过的迹象，应该就是通过这2个创口注入到死者体内的。这种手法就是在模仿蜘蛛用口气扎入猎物体内，分泌消化酶，消化猎物内脏的进食方式。只不过凶手用强盐酸代替了消化酶。所以是因为凶手模仿蜘蛛捕食猎物，才会用保鲜膜裹了尸体。用保鲜膜和酒精包裹尸体，可以隔绝空气，起到防腐的作用。虽然凶手是在模仿蜘蛛杀人，但是真正的死因并不是这些，而是在这里。你看到耳朵后面的针孔了吗？我在医科大学上解剖课的时候，学校为了让实验用的兔子死得没有那么痛苦，往往都会在它们的耳朵后面打空气针，造成静脉空栓。而这种手法对人也同样适用。凶手为什么这么做？人都已经杀了，为什么多此一举？蜘蛛毒和强盐酸还不够吗？从血液凝固的情况来看，凶手应该是先注入了神经毒素，但是死者并未死亡，所以他才又打了空气针。懂这种事的，应该有医学背景吧？目前一切都还只是推测，具体的还是要等毒理鉴定结果出来之后，才可以判断究竟是不是漏斗蛛的毒素。现在那个女孩还在凶手手里，我们必须得找到她。安顿，这有线索。在昨天晚上的8点17分，报警平台接到了北山猪肉铺的报案。附近民警赶到的时候，报案人黄浩，也就是猪肉铺的老板，已经死亡，凶手和疑似被绑架的女性消失。我们在附近的山洞里发现了一具女性的尸体，也就是残疾里的死者。死者腹部有明显刀伤，深达子宫，造成子宫严重破损，疑似有仇视女性的倾向。死者的腹部上面还有一道死后留下的伤口，长大约20公分。另外，从死亡时间上看，死者跟被绑之人应该不是同一个人。这是我们在北山山洞里找到的这节绳索。根据鉴定科的同事报告，这节绳索上面的 DNA 并不属于我们在残间里面找到的那名死者。同时，你们看，这节绳索的断面很新，在旁边的石头上，我们也发现了这节绳索的纤维，所以极有可能是凶手将人囚禁在了山洞里，而受害者用石头磨掉了绳索，自己逃到了猪肉铺去求救。
但是不幸的是被凶手发现了，所以凶手就追到了猪肉铺，杀掉了猪肉铺的老板，同时带走了受害者。综合以上得到这些线索，这名被掳走的女性很有可能还在凶手手里。这名死者的身份已经确认了，她叫叶莹莹，今年25岁，是一个营销公司的公关。在8月1号的时候，她的家属报告失踪。她已经失踪快1个月了。对，这段时间有接到过勒索电话吗？没有接到过任何电话。其他分局的同事也去查过叶莹莹的住处，没有发现任何钱财被盗或者被绑架的痕迹。其实他们也一直在调查这起失踪案，只不过是被我们先找到了尸体。跟他们打声招呼。这起案子现在由属地管辖，我们负责侦办。好，人偶有什么线索吗？人偶里的内脏已经确定是牛的淋巴、肺以及肠道，目前正在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凶手很有可能有医学相关的背景。凶手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心思缜密，追求仪式感，有一定的心理问题。那些人偶应该是他的练习作品。练习？你是说拿活人练习蜘蛛捕猎那套？这是典型的反社会人格。那个宋亮审了吗？审了，他一直说他没有杀人，只是偷东西。监控视频，我们也根据了其法医的解剖结果和现场勘查的技术比对，也证实了他确实没有杀人的嫌疑。没错，我们对比了现场所有的脚印，可以证实宋亮还没有离开过2楼。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除了2名受害人，其他线索几乎为零。从案发到现在已经19小时了，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定受害人是否还活着。我们发现死者的时候，手脚都是被捆绑住的，凶手应该先囚禁了死者一段时间，才下的杀手。还有机会。自然界中的生物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行为模式。如果凶手真的是在模仿蜘蛛杀人，那么他的囚禁行为以及犯案周期也应该有固定的模式。小心，这是我们在山洞当中找到的日历，8月1号这天做了标记，而8月1号正好是叶莹莹家属报案的时间。下一个标记的时间是在8月14号，中间正好相隔13天，正好符合我尸检之后得到的叶莹莹的死亡时间。如果圈代表绑架，叉代表杀人，那他8月17号又绑架了一个人，下一个杀人时间会是8月30号。如果你推断的没错的话，那我们剩下不到3天时间。我们不管想什么办法，必须把他救出来。小李，你负责把案发现场周边能找到的监控视频都找出来。不管是店里的、周边公路上的，只要有经过的汽车，只要有行车记录仪的，全部想办法调出。还有，受害者从山洞里逃出来的路上也要被拍到，找到他，必须知道他是谁。老板，你再去现场，看看有没有更多当晚的目击者，把能问的都问了。山洞周边的居住点也不要放过，凶手在那里囚禁人这么久，这1、2个月有什么奇怪的地方，都要问到。叶莹她平时上班状态怎么样？秋苏，你去调查调查叶莹莹公司的同事跟家人，看看之前有没有什么遗漏。有什么爱好吗？比较爱打扮，爱美，好像经常做医美。资料，那边肉铺比较偏僻，附近5里之外都没有监控，
天黑之后就没有车经过了，所以交警那边也没有任何线索。喂，小苏，什么情况？维安队，我现在叶莹的公司，她同事说她没有男朋友，平时也比较喜欢爱打扮，喜欢做医美。我看之前齐法医的报告里有标出叶莹莹的下颚有微小的针孔印，会不会是做过医美的痕迹？医美？那些人偶你的内脏鉴定结果出来了，确认是病牛的内脏，疑似是牛结合并。行，我知道了。团结路派出所来电话，有人报失踪，根据他们的描述，很符合咱们失踪案的受害人。我去一趟，陆队，你跟齐法医跟进一下。好，走，齐法医。你女儿什么时候联系不上的？一直都有微信联系，她还给我们发语音，给我们打电话。但是最近这1个多月，她只打字，我们给她打电话，她也从来不接。前几天她爸过生日，她都没回家，我们觉得奇怪呀，就到合成来看看。这10天前呢，我们还微信联系过，说要来看她，她说好呢。微信记录吗？啊。你看，结果我们去他家也没有人，屋子里都落了一层的灰。我们去他上班的医院找他，才知道他已经离职1个多月了。你们到合成来，他联系过你们吗？我们来了1个礼拜了，结果根本就没找到他，我们就来报警了。1个礼拜？对。生物研究学院那边现在已经排除了，附近的大学里只有这个农业大学正在做牛结合的相关研究。省里已经很久没有爆发过牛结合并了，这一例可能只是个案。还有那些内脏，虽然已经被盐酸腐蚀得很严重，但还是可以看出有手术刀处理过的痕迹。牛结合并通过空气飞沫、尘埃传染，其主要感染呼吸道，其次是消化道。1个半月前，系里确实做了有关牛结合并的实验，但是我们的样本做完实验后都无害化处理了，不可能流传到外边去。那会不会有学生偷偷带出去呢？不可能。王教授，这是组织切片，麻烦您根据组织切片帮我们确认这型的结合杆菌是不是与你们实验所用的相同。还有参与这个实验的所有人员名单，也麻烦您给我们提供一下。你们的意思是怀疑这事儿跟学校有关？王教授，您知道学校里有没有人养蜘蛛？你女儿怕蜘蛛吗？蜘蛛？啊，蜘蛛。小七小时候最怕蜘蛛了，家里面有个小蜘蛛，她见了以后几天都不敢回屋休息的。这个问题跟我们小七失踪有关系吗？没有，没什么。行，我们问的差不多了，有什么消息通知你们。2位，请跟我去补充一下笔录。哎，这时间要得很长吗？小七的朋友还在下面等我们呢。朋友？哦，对了，是这样的，我们去小七家的时候呢，碰到了他，他非常热情的送我们过来。